西方错估普京，3个信号显现，俄乌冲突变成生死存亡之战，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乌克兰4个亲俄政权举行的入俄公投已经有了结果，再结合普京发布电视讲话进行局部战争动员，西方在担心俄罗斯可能会使用核武器的同时，似乎再一次展现了普京的警告。早在今年2月份之前，普京就曾一再警告西方国家不要推动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进程，甚至只要求美国给出一个承诺。最终，俄罗斯在没有得到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发起了特别军事行动。今天，西方似乎再次误解了普京的这次局部战争动员演讲的含义。普京在俄罗斯的电视节目中说，他想发送3个明确的标题信息，其中包括：1. 俄罗斯占领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是没有商量余地的；第二，部分动员和快速修改军事逃兵法是全面战争动员的垫脚石；3. 俄罗斯开始启动核威慑。在表达决心的同时，也意味着普京没有接受失败的可能。俄乌冲突发展到现在，普京必须给国内公众和政治精英一个交代。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俄军在战事中处于暂时不利的地位，因此普京把扩展领土的目标仅限于顿巴斯2个共和国是比较现实的，而支持其他2个州的公投又等于俄罗斯拥有了与乌克兰进行谈判的筹码。普京讲话的基础是俄罗斯的2021年国家安全战略，其中就包括远至2035年的计划，而西方国家仅仅把目标放在乌克兰战场上，显得过于狭隘，根本不明白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并最终为其愚蠢的判断而付出了代价。西方评论员常常将俄罗斯的立场和言辞斥为武断，而不是认真地对待俄罗斯的这些立场，并设置障碍，阻止俄罗斯实现其目标。在俄罗斯的2021年国家安全战略之中，将技术变革、经济财富和国家安全作为相互关联的目标。他提到了对美国军事技术出现在俄罗斯近邻的担忧，以及俄罗斯文化被西方文化稀释和排斥的焦虑。所有这些都成为了激化冲突的因素，这也是西方国家不理解普京的真正原因，双方将因此而失去谈判的可能。俄罗斯与西方的立场之间的根本分歧集中在一种哲学和一种实践因素上。就哲学层面而言，双方都掉入了一个陷阱，认为他们所做和所说的一切都是合理的，而对方所做的一切都被视为不合理、不合逻辑和充满敌意的。那么这么玩下去，很难相互谈判并试图满足对方的需求。比如，俄罗斯认为乌克兰排除俄罗斯族的做法是纳粹，而西方认为普京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违反了公认的游戏规则，但是对基辅的违反人权规则的事儿则视而不见。实际上，普京已经将俄乌冲突视为一场生死战争，而西方呢，则将其视为一场选择性的战争，也可以说是代理人战争，只是为了维持西方的价值观和基于规则的秩序。对于普京来说，乌克兰是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缓冲区，是通往黑海的重要通道，也是一个俄罗斯的兄弟姐妹转向敌对的西方正统观念的国家。普京将敌人描述为集体西方，说明俄罗斯已经将这场冲突纳入到了卫国战争的框架，所以俄罗斯理解的俄乌冲突是一场不可输的战争。这也预示着西方将很难通过鏖战让俄罗斯做出让步。俄罗斯甚至已经通过将核武器摆在桌面上来强调他的决心，这个信号仍被西方解读为走投无路和虚张声势。他们忘了，不给一个核大国退路，有可能会带来全人类的灾难。总体来看，西方与俄罗斯对俄乌冲突的看法是不同的，
理解差异非常大，最终导致了双方的误解。这样的误解，现在只能靠战争手段来解决，直到一方因为实力不济需要妥协，才会走向谈判桌。这必然是俄罗斯、欧洲和乌克兰人民的灾难，而且这场灾难有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